当我们凝视行星、恒星、星系以及整个宇宙时，一个基本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为什么存在这一切，而不是一片虚无？特别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观察到的宇宙似乎起源于无时，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令人费解了。事物是如何从无到有的？在大爆炸之前，存在什么东西呢？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浩瀚宇宙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String theory says there should be other bubbles out there in a multiverse of bubbles. When two universes collide, it can form another universe. When a universe splits in half, it can create two universes, and that, we think, is the Big Bang. The Big Bang is caused either by the collision of universes or by the fissioning of universes. 让我们来跟随加来道雄的说法，大爆炸是错误的，宇宙不可能从无到有，探索宇宙起源的奥秘。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认为宇宙是永恒不变的，遵循固定的物理定律运行。然而，在1927年，比利时的牧师兼科学家乔治·勒梅特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宇宙最初是一个巨大的原始原子，最终发生了爆炸，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更小的原子。起初，他的理论并未受到广泛关注，但到了1929年，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发现宇宙实际上是在膨胀的，这使得人们开始重新考虑勒梅特的理论。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弗雷德·霍伊尔原本用大爆炸理论这个词来讽刺这个观点，但这个名字最终被这一理论的支持者们所采用。科学家拉尔夫·阿尔弗、乔治·加莫夫和罗伯特·赫尔曼并没有受到大爆炸质疑者的影响，他们预测如果大爆炸真的发生了，宇宙中应该存在一种微弱的余晖，理论上我们能检测到这种余晖。然而，要找到这种余晖确实需要相当的运气。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天文学家阿诺·彭齐亚斯和罗伯特·威尔逊在调整来自银河系的微波信号时，不断地收到一种微弱但持续的无线电噪声。无论他们怎样尝试消除这种噪声，它始终存在。这种噪声最终被认为是大爆炸的回声，即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那么，如果大爆炸理论是正确的，它又是如何造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行星、恒星和星系呢？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计算和观察，包括地球上的望远镜和太空探测器的数据，我们得到的最佳解释是，大约在138亿年前，一个微小的起点在一次巨大的爆炸中释放出了宇宙中的所有物质。这个点以惊人的速度和极高的温度开始膨胀，每经过几分之一秒，其尺度就会翻倍，同时创造出新的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引力和所有其他基本力量也随之出现。能量转化为物质和反物质粒子，这些粒子大多数都会相互湮灭。幸运的是，有些粒子幸存下来。在爆炸后的第1秒内，质子和中子开始形成。不久之后，它们开始通过核聚变生成氢和氦。大约在30万年后，原子核开始捕获电子，形成完整的原子，从而使宇宙充满了氢和氦气。38万年之后，大量的光子留存下来，正是这些光子被彭齐亚斯和威尔逊意外地捕捉到，形成了我们称之为宇宙微波背景的现象。在这一整体背景中，一些微不足道的物质波动在膨胀过程中被拉伸到宏大的尺度，最终催生了今日我们观察到的星系和星系群。当我们审视宇宙，所有收集到的观察数据，即便是包含已知的不确定因素，都一致地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连贯的画面。我们的宇宙是由物质构成的，而且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遵从一套统一的物理法则。宇宙的膨胀和冷却受到广义相对论的调控，同时还受到暗能量和暗物质的影响，余下的部分则由普通物质，如中微子和各种辐射组成。
如今，至少在某个角落里，宇宙充满了星系、恒星、行星以及由重元素构成的高度先进的智慧生命。这些结构并非始终存在，而是经过宇宙长期的演变而形成的。在20世纪，科学家们取得了科学界的重大突破，成功绘制了一张时间表，描述了宇宙是如何从一个主要由氢和氦组成的相对均匀状态，演化成今日丰富多彩、结构复杂的宇宙。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逆推历史，可以追溯每个独立结构或组成部分的起源。我们可以不断地提问：这来自何处？以及这是如何形成的？直到最终抵达一个点，那就是我们还不清楚，至少目前还不清楚。正是在这个探究阶段，我们开始思考所有存在的事物，以及它们是如何从无到有诞生的。首先，我们周围可见的生命是由微观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是构建一切的基础。这些基础粒子就像乐高积木一样，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对生命至关重要的复杂分子。而这些积木本身由更小的单位，即原子构成。原子好比是构成宇宙所有物质的基石，但它们并非在宇宙初创时就已存在。它们的生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恒星的诞生、生命周期和最终的死亡。当恒星走到生命的尽头，它们会触发强烈的核反应，产生全新的元素。这些新元素随后参与新恒星的形成，构成一个连续的循环。这一循环对于行星、复杂化学反应以及生命本身的存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了形成我们今天观察到的恒星和星系，几个关键的事件必须发生。引力要起到作用，把小型的恒星和星系聚合成更大的规模。这一过程需要一定的初始质量，这样才能通过引力吸引更多的物质。而为了防止这些聚集的物质在恒星形成过程中被散失到太空，一种名为暗物质的神秘物质必须在早期就出现。早期的密度不均匀现象，加上暗物质和普通物质的存在，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观察到的宇宙的基础。在思考宇宙是否可以从无到有时，这些是尚未完全理解的基本方面。在传统物理学中，物质和反物质被视为平等，这意味着反应会产生或湮灭相同数量的物质和反物质。在宇宙的早期阶段，当极端的热量和密度盛行时，物质和反物质可能会大量产生。然而不知何故，宇宙最终物质比反物质多，尽管它们预期相等。尽管我们不确定实际发生的是哪一种机制，但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发生这种差异。这些机制涉及3个主要组成部分独特的条件，其中平衡经常由于宇宙的膨胀和冷却以及偏离标准规则的过程而被破坏，并允许相互作用导致产生比反物质更多的物质。物理学的标准模型通过一种称为谐草相互作用的方法来解释这一点。这种方法会产生某种类型的违反，从而有助于产生比反物质更多的物质。虽然这些想法被整合到标准模型中，但它们本身不足以解释整个情况。如果你将一个具有相同物质和反物质的宇宙视为一个空无一物的宇宙，那么我们的宇宙似乎确实是从虚无中产生的，尽管我们对这是如何发生的缺乏完整的了解。同样，通过广泛的测试和研究，关于暗物质可能如何存在的许多假设已经建立。暗物质无法由现有的物理标准模型所描述的粒子构成。不论暗物质究竟是何物，它都暗示了我们目前理解范围之外的新物理现象。关于其形成有多种可能性，例如，它可能在宇宙的高温初期阶段诞生，并作为一种稳定实体一直存在至今。或者在宇宙逐渐膨胀和冷却的过程中，通过相变而产生，进而带来新的关键粒子。它也可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中微子，能与常规中微子进行混合，或作为更重的版本与之共存。甚至有可能是纯粹受到重力影响而生成的，从而成为一种极其庞大的粒子。
但问题是，为什么在如今的宇宙结构中，暗物质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而其余部分似乎也能在没有暗物质的情况下正常运行？在宇宙的初期阶段，必然存在某种特殊机制来催生其生成。然而，所有这些生成场景都需要消耗能量，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这些能量到底来自何处？或许根据宇宙暴胀理论，这是目前解释大爆炸之前宇宙起源的主流观点，暗物质有可能从无而来。当我们设想大爆炸高温初期的情景，我们会想到一个极度炽热、高密度并且充满能量的状态。现在在探讨这一切如何成为现实时，有两种思考路径。首先，我们可以直接认为宇宙就是以这种状态开始的，这就意味着初始条件被设定为如此，而我们在理论物理学中尚无更深层次的解释。这种方法通常被视为一种放弃。然而，我们也可以选择走理论物理学家常走的路，也就是构建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些初始条件。我们的目标是产生一些与现有公认理论不同的预测，然后去实验验证这些预测。这里就要说到宇宙暴胀理论了，它源于上述的第二种方法，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宇宙起源的认识。暴胀理论并不是将宇宙起源想象为一个无限小、无限热的点，而是提出在炽热的大爆炸之前有一个阶段，空间本身具有极高的能量密度。这一阶段触发了宇宙在暴胀期间的快速扩张。当暴胀结束时，这些高能量转化为物质、反物质和辐射，形成了我们现在认识到的大爆炸后的宇宙。更具体地说，暴胀不仅使得宇宙的温度均匀和外形平坦，还产生了特定类型的密度波动。这些波动已经被观测到，并且与暴胀理论的预测相符。虽然这个空间一开始几乎是空的，但因为它充满了能量，所以自然过程最终塑造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充满各种结构的宇宙。这就是从几乎无到有一个宇宙的核心理念。不过，这个观点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完全接受的。对许多人来说，想象一个没有时空和物理规则的宇宙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我们当然可以探讨超越时空或者不受物理限制的现实，这些观念与从哲学角度出发，到达真正的虚无状态的思考是一致的。然而，哲学上的虚无和科学上的虚无是有区别的。科学上有多种定义无的方式，每种都在其特定的背景下是合理的。例如，某物尚未存在的时期，空无一物的空间，具有最低可能能量的时空，或者当整个宇宙及其自然规律都被剥离后所剩下的东西。这其中的前两种定义使我们可以说宇宙是从无中诞生的。但是，当考虑到第三和第四种定义时，事情就变得模糊了。遗憾的是，没有现成的科学理论可以描述宇宙之外到底有什么，以及那里适用哪些规则。超越这一切，真正的虚无在物理学中还没有明确的解释。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理解绝对虚无的概念，以及时空是如何从这样一个状态中出现的。这还涉及到量子场和粒子的规律从何而来，甚至质疑了时空和物理规则是否本就是永恒存在的。总之，尽管我们可以基于物理规则推测宇宙可能是从无中生成的，但一旦我们试图超越这些物理限制，所有关于宇宙起源的确定性都将变得模糊不清。还有一些科学家基于量子理论，提出宇宙可能是从无中自发产生的。这一观点在数学上长期没有得到强有力的证据，直到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的何东山团队，他们提供了第一个数学证明，证实大爆炸可能确实是由量子波动触发的。这一重大发现的核心包括两个重要方程：惠勒德维特方程和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这两个方程都是理论物理追求一个全面的万物理论的关键步骤。在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约翰·惠勒和布莱斯·德维特创立了一个划时代的数学模型，成功地将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结合在一起。
这一方程为我们解决量子引力问题，即如何把引力与量子现象统一起来，提供了重要的认识。然而，这个方程并不完美，因为它并没有包含时间因素，这让它在统一物理现象方面仍然有所不足。尽管有这个缺陷，它依然是迄今为止最出色的理论框架。与此同时，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得到了更为普遍的接受。简单来说，这个原理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同时精确测量一个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否则就会违反基础物理法则。这个原理进一步揭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所谓的真空其实并不是完全空无一物的。在这个空里，由于量子效应，粒子会不时地瞬间出现和消失。那么，这些复杂的概念又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给我们带来全新的认识呢？根据河东山的解释，一旦一个小型的真空气泡形成，它就具有快速膨胀的能力。河东山团队详细地描述了这些气泡，称其为完美的球形结构，并据此计算了这个气泡半径扩大的速度。该团队进一步研究了这些气泡在不同时空几何、开放、封闭或平坦中的行为。令人兴奋的是，他们的研究显示，这种气泡的膨胀可能最终会导致一次大爆炸。这一新方程不仅为我们理解宇宙提供了新的视角，还暗示了暗能量推动宇宙膨胀的神秘力量可能与量子式密切相关。量子式是导波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虽然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但它为量子力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框架。导波理论不仅与已知的量子预测相吻合，还成功解决了一些长期困扰科学家的悖论，如薛定谔的猫问题。然而，导波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即它无法提供与主流量子理论不同的预测结果。这正是河东山团队的新方程发挥作用的地方，因为量子是在这个新方程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这位科学家重新审视导波理论，甚至可能超越传统量子理论的局限，提供了全新的机会。总而言之，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宇宙的起源、结构以至命运提供了宝贵的见解。也许，就如浴火重生的凤凰涅槃，宇宙也在经历一个永无止境的生死轮回。也许时间本身就是一个无限的循环，一个宇宙接一个宇宙地不断出现。或者，这个宇宙就是唯一的一个，它始于一次微小但激烈的爆炸，最终会走向一个寒冷、黑暗的结局。在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宇宙之前，我们只能接受我们对它了解还非常有限这一事实。大爆炸确实存在，但它并不是一切的开始。如果我们能倒回时间，回到太阳系刚刚形成的那一刻，即使将它重播数十亿次，人类的出现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回到大爆炸的初期，一个充满恒星、行星和生命可能性的宇宙几乎是确定会出现的。这是因为宇宙的基本法则是不变的，这些法则决定了宇宙的演化路径，从而也决定了生命存在的可能性。所以，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去理解和利用这一切。